恭喜宿主成功绑定合欢系统，只要与修士双修，就能提升修为，对方实力越强，提升越多。不烫，我才引气入体，就升心魔了。宿主，我不是心魔，我会替宿主挑选元阳未施的难修，你是杂武灵根，只靠自己10年、20年都未必能破境，双修能替你省下这些苦功。宿主动心了吗？双修是，同别人还得由你挑，我都是为了宿主好。说完了，滚！宿主，现在就有一个筑基后期元阳未施的天之骄子，正倒在你门口，快把他拖进来双修。宿主，再不开门，他的宗门就要找来了。宗门？当然，如此天骄，身后必有大宗门。筑基后期元阳未施，你到底在等什么？等你说实话。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他的宗门在找他。是。那为什么找不到这里？因为我已经替你屏蔽了他的气息，用了屏蔽符，他的宗门暂时找不到人。你动作快些，今日就能破境。屏蔽气息？对。阻断救援？这是替宿主争取机会。宿主，你知道门外是谁吗？说。苏景晨，烈风宗掌门之子，少年英才，筑基后期，专修无情道，从未有女子近身，而且是极品变异雷灵根。只要同他双修，我还能替你复制他的雷灵根。宿主想要吗？力量，谁不想要？那就快！想要不代表该抢。趁人重伤，隔绝气息，堵断救援，再拿灵根做饵。你确定你是系统？当然。你这做派，邪魔都未必有你周全。宿主，我是为了让你变强。可修仙界本就弱肉强食，弱肉强食不等于没有人性。宿主，他若被宗门带走，你会后悔的。对，开门，把他拖进来双修。宿主，就是他。还活着？当然活着。宿主，快拖进去双修。不是普通伤。这不是更好吗？他越虚弱，宿主越安全。宿主，别浪费，你只有这一颗，他伤得越重，越无法反抗，你根本不需要救好他。宿主。宿主现在正是时候，人都快死了，所以才不会反抗啊！麻烦做个人。我不是人，看出来了。那就等他醒来，他中了邪煞，多半会失忆。到时你只要说他是你夫君，不就名正言顺了？话本里都是这么写的。以后他恢复记忆，还会对你情根深重，为你堕魔。一个人在重伤失忆时被人欺骗，破了身，坏了道心，还会爱上骗子。最新的话本都是这样写的。若被欺骗的是我呢？宿主会生气。我会把那个人挫骨扬灰。如此也能爱上，两人都有够便宜的。可是话本里邪煞已经入体，他醒后很可能什么都不记得。你知道的不少。我当然厉害。厉害到只会劝人双修。别动。宿主，他长得也很好看。与我无关。撤掉屏蔽符。撤掉之后，烈风宗就能找到他了。本来就该找到。你救了他，还用掉唯一的丹药，他们若来得太快，你什么都得不到。我会要报效。报酬哪有灵根重要？灵根重要，道心也重要。宿主会后悔的。再劝。我先把你当心魔处理。屏蔽符撤了。宗门多久能找到？若一直有人找他，半日之内。师姐，
躺回去。师姐，我不是你师姐，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吗？不记得。烈风宗。熟悉。苏锦晨。是我。应该是。宿主，他果然失忆了。请问，说，你是我的妻子吗？宿主，他自己问的，你只要点头，他就是你夫君。主机后期极品雷灵根，元阳卫士。不是，你叫苏锦晨，烈风宗掌门之子，今日重伤倒在我家门口，我把你拖进来，救了你。我们非亲非故。我不是你夫君。不是。抱歉。道歉不抵债。疗伤丹1颗，止血粉1包，旧布3条，清理血迹，搬运伤木，照看半日，另算辛苦费。我赔。记得自己有钱？不记得。那你拿什么赔？等我想起来。可以。抱歉。晚2文钱。我赔。很好。宿主，他这么听话，你真的不考虑？闭嘴！你在跟谁说话？心魔。坐回去。心魔会伤人。他暂时只会烦人。你修为太低。我不是轻视你，只是我现在也帮不上忙。那就别添乱。好。屏蔽符撤了。撤了。你说半日能找到？前提是有人一直在找他。谁让你下来？听见你开门，所以以为你有事。我说过别下榻。我听见马蹄声，烈风宗没有来。没有。回去。我不能一直摆住。你若死在这里，我赔的更多。我不会死。这句话伤病说了不算。你嫌命长。我欠你钱，我不能摆住。你是筑基后期，我是刚引气入体，你若死在我这里，我赔不起。扫，不准用灵力，不准牵扯伤口，伤口再裂，要钱加倍。好。过来。宿主，你终于主动摸。闭嘴。伤口没裂开，可以做清火、扫地、烧火、淘米，重物不许碰。记住了。小宁，这是谁啊？远房表兄，借住2日。下次说表弟。你看着没我大。你这表弟还挺勤快，劈了半捆柴。这鸡蛋拿去。你劈柴了？左手。没用灵力。只准这一次。你换来的。你出了米。各半。别过来，会伤到你。宿主，邪煞在冲击他的雷灵根，双修可以。闭嘴。自己拿。走远些。这里是我家。我控制不住。那就用力控制。我修为低，挨一下就死。你欠的账还没人赔。我会赔。你为什么不走？怕你死。你死了账谁还？不会欠你的。最好。认吗？认。宿主，你真的每一文都记？不然呢？画本里的救命之恩，一般以身相许。我这里以钱相还，听见了就进来。我熬的。给你自己熬的，端给我做什么？太苦。苦也喝。少主，少主可在里面？你认识？不记得。这是我家门。
参见少主。弟子来迟，请少主责罚。你们是谁？少主，您不记得我们了？不记得。先别管我们，小师妹呢？什么小师妹？她没到。不可能啊！小师妹明明比我们先找到方向，我们一路追过来，还以为她早就到了。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她多大修为？小师妹还小，要是遇到危险可怎么办？就是啊，我们先去找小师妹吧。小师妹那么小，要是受伤了得多疼啊！宿主，他们的小师妹好像是个团宠。闭嘴！小师妹，我在这里。小师妹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我们还以为你出了事。我本来一直跟着玉牌走，后来我看见前面有一个师兄，我以为他也是来找苏师兄的，就跟着他跑了好久。然后呢？后来发现他不是烈风宗的人，我就赶紧回来了。下次不许再乱跟人走。哦。看我做什么？宿主，这个小娃娃好可爱，还是极品天灵根呢。想必他娘亲一定是个很厉害的修士。别转了。你是谁？我是烈风声传弟子顾唐，我来找苏师兄。苏师兄，苏师兄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顾唐，你记得我？只记得名字。敢问姑娘，是您救了少主？多谢姑娘。先别谢，他身上的东西还没清干净。邪煞。5日前，少主命灯突然变烂，掌门立即命我等下山寻找。可寻踪符到了镇外3里，突然被一股邪煞冲散。我们换了3张符，全部在同一处烧毁。直到今晨，小师妹的玉牌突然发热，我们才重新找到方向。不只是玉牌，是他先动的。这个风车！闭嘴！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顾守宁。顾守宁。苏师兄，你怎么还系着围裙？他欠债，看我做什么？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姐姐摸我啦！站好。顾唐，不可无礼。师兄会做饭啦。抵债。师兄欠姐姐很多钱吗？不少。姑娘救少主性命，此恩烈风宗必偿。上品灵石100枚，中品灵石1000枚，疗伤丹、凝气丹各3瓶，辟邪符20张。宿主发财啦！我只收该收的。这些远不足以偿还救命之恩。恩是恩，账是账。现在带他走，路上谁压邪煞？随行一休在镇外遭邪煞反噬，伤了经脉，宗门已另派长老。多久？最快明日午后。他现在不能走。可此处简陋，少主不简陋。我住得很好，是弟子失言。既然少主暂留，我等会守在院外。小师妹先随我们去镇外。我不走。此处可能还有邪煞，你年纪太小。小师妹，苏师兄不能走，我也要住下。师兄，我可以留下吗？他说的有理。少主，长老位之前不宜圆斗。你们守在巷口，不许扰民。是。1文、2文、3文。你数慢了。我替姐姐少算一点。也可。宿主，你们好像一家3口。闭嘴。姐姐，你为什么总把白头发藏起来？我不是觉得不好看，我觉得像月光。真好看。继续擦桌。好。宗门长老传讯，除接少主回宗外，
长老也问了姑姑酱酿的灵根情况。杂物灵根互相争夺灵气，普通洗灵丹只能缓解，无法根治。若维持现状，此生或难真正筑基。若顾姑娘仍想继续修炼，尚有一条路：净化池。宿主，这个地方不能去。你才引气入体，5种灵根全有杂质，吃水洗的不是皮肉，是灵根和神魂，你会没命的。有人成功过吗？有，失败呢？更多。10年前，一个3灵根散修入池，出来时经脉尽废。7年前，万象门内门弟子带护身法器入池，法器碎了，人没上来。5年前，有人带3枚护魂丹，半个时辰后，池水冲出了他的骨头。姐姐，慢一点修炼不行吗？别人走1步，我要走10步。那就慢慢遇到邪煞，我只能关门；遇到强一点的人，我只能算账。我不想一辈子只会算账。你早就准备过。3年前换的牌3年前你还没绑定我，所以我本来就没打算靠你。可是现在有更安全的方法，同苏景晨双修，你不仅能复制雷灵根，还不用冒险。你只要同意，我给你挑最安全的路。我需要的是路，不是捷径。那是死路。走过才知道，东边黑石岭，西边断碑谷，中间落崖坡，哪条能走？我不知道。你说谎时，脸比邪煞还黑。那我去镇上买消息。别人可能会卖你错路，所以你知道，落崖坡下方是邪修旧镇，不能走。白日穿过黑石岭，见到枯槐后向北3里，只踩白沙，不踩黑泥。白沙尽头有断桥，断桥下面就是净化池。我告诉你，不是让你去。你不说，我也会去。我护送你。你昨夜端水，手抖了3次。别再给我添一条人命账。姐姐一定回来。账没清，不能骗小孩。不骗。他会保佑人。替我看家。我等姐姐回来。现在回头还来得及。顾堂等我回来，不是等我逃回去。这些都是进去后又想出来的人。看见这些，你还要进去吗？进。入池之后，净化结束前，石门不会再开，外面的人进不去，里面的人也出不来。知道。神魂若散，尸骨会留在这里。知道。入池牌。宿主，收回来。不要进去。你吵得我头疼。吃水会让你知道，头疼根本不算疼。那就安静。是否开启双修变强路径？同意后，当前痛苦立刻免除。点同意，只要点一下，我立刻让痛苦停止。点一下，不用断经脉，不用洗灵根，你会活着回去。顾堂还在等你，苏景晨也会帮你。你不是想修炼吗？这也是修炼，更快更稳。快点，再迟你就撑不住了。不同意。你说什么？别赌气！不同意。你的经脉已经断了70%，灵根马上就会碎。那也不同意。顾守宁。顾守宁在哪里？已经进去了，净化结束前打不开。再劈，
只会震死里面的人。苏景晨到了，他就在外面。你同意，我就能让你出去找他。我的路不靠他。你会死，顾守宁，你不能死！停下！停下！顾守宁，里面为什么停了？净化池隔绝神识，多久开门？净化结束自会开，说里面的人已经……也要等净化结束。你再强开一次，他没死也会被你震死。顾守宁，我叫顾守宁，我有我自己的道。你居然路通了。净化结束了。顾守宁，别动。我昏了多久？3日。不苦，他说谎。不算太苦。姐姐，他们说你活着，可你一直不行。我哭得很小声。小声也算哭。那我以后少哭。可以。这个我也带回来了。要钱继续寄。净化池曾经洗去过杂质，也曾洗毁灵根。姑娘将手放上去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，还是5灵根，不是原来的5灵根。5道灵光都没有杂质，自行循环。以前5道灵气抢1口饭，现在轮着吃。那就不会啦？暂时不会。宿主，你现在已经不比雷灵根差了。没问你。宗门典籍里没有这样的5灵根。顾姑娘，我以烈风宗掌门之子身份，请你入烈风宗。烈风宗能给什么？可修治筑基的完整功法、洞府、阅历、功法堂通行资格。筑基丹不能白给，但宗门任务、外门大比、秘境试炼都有机会秘境换取。资格也靠自己争，靠排名。这一条可以。姐姐去了，我分你一半院子。你那一半也归宗门，我有条件。你说？不改姓名。可以。不限小院，不交家产。私产归弟子自身。没有宗门任务，不受私人差遣。可以。宗规若与今日承诺相悖，我可离宗。不犯门规，来去由你。还有，账继续算。算。我替姐姐盯账。那便去看看。此符可护院3年不进尘虫。房子没人进，会塌。以后还回来吗？回来。你经脉刚重塑，我带你。掉下去算谁的账？算我的。我做账。苏师兄，这位是？苏师兄要带一个5灵根散修入内门，还是白发？哎呀，来历也不清楚。5灵根散修也配进内门？你说谁不配？小师妹，我按宗门规矩说话，内门看灵根、根骨、师承，他一样都没有。让开。欠债里不包括替我吵架。他们在辱你，所以我来处理。宗门规矩是什么？何人在山门喧哗？炼气巅峰不假，但5灵根筑基困难，耗费资源也是事实。应诱吏先入杂役处半年。周长老，旧例里有没有不用等半年的办法？事件时，炼气7层能在石上留痕才算合格。1寸入杂役，3寸入外门，5寸按外门上等分例。我是用这柄反铁剑，足够。5灵根散修挑战事件时，他那柄剑连法器都算不上，
剑没碰到石头，恐怕就先断了。沈燕，金火双灵根，炼气巅峰。3日前留痕4寸半，现为外门第1。你只需过3寸，便可入外门。姐姐才醒3日，他不会退。我知道，我是让你想办法。就这多少？8寸，够外门吗？依烈风宗特例，事件超过7寸者，可破格直入内门。刚才是我失言，顾师妹勿怪。下次说话前，先试剑。顾守宁，你可直入内门？不必，我从外门开始。8寸剑痕已超过内门最低标准，为何还要去外门耗时间？内门功法、灵气和丹药都更好。今日我借你的身份进内门，明日我赢一场，他们会说是你给的功法；我破一境，他们会说是你给的丹药。事件时只证明这一件，我需要知道后面的每一步是不是也属于我。外门能上内门，但要靠排名和任务。正好，有人看，有人比，输赢都清楚。外门上等弟子令，洞府、月历、功法堂通行，按上等分例。谢谢。此处偏了些，灵气比前排薄3成。安静吗？最安静。就这里。10日后小考，3个月后青木秘境选拔，前10名得玉牌。宿主，内门洞府灵气至少多3倍，你跟苏景晨双修，洞府都不用争。安静。再来。白发不详，也来抢秘境名额。赵括又来了，上次小考被顾守宁压了1名，他兄长是内门执事，谁敢招惹他？让开！急什么？你进宗才3个月，靠一块试剑石出了名，真把自己当外门天才了？名额靠排名取，不是靠你的手压出来。谁让你写了？试剑石是死物，外门小考也有人看少主的面子让着你。你不是说自己不靠关系吗？那就当着外门所有人的面跟我打一场。输了，你退出秘境报名，还要亲口承认，你那8寸剑痕、外门令和第9名，全是靠少主在背后替你撑腰。报名靠小考排名，你没资格拿挑战换我的名额。哼，不敢。把手拿开，自己来拿。登记。报名是报名，你的挑战是另一笔账。顾守宁应战。宗门切磋点到为止，不得故意取人性命，不得攻击认输者。放心，我会让他活着爬下去。他刀这么大，刀大，转得慢。姐姐知道吗？他已经在看了。开始，猎山，无路可退了。再看，破绽太大，气势太软。赵括出界，固守宁胜。一招剑都没拔出来。第9名不是你让的。少主也没替我出这一剑。所有报名者听令，青木秘境只取10人，报名不等于取得名额。每名弟子需连续完成10场选拔，胜场用10，伤场综合排名。
中途退出者淘汰。每战之间只燃半柱调虾香，丹药、外援、替战一律禁止。连续10战，现在开始。宿主，连续10战太吃亏，你只要同苏景晨闭嘴。武灵根最怕持久消耗。第一战，固守宁胜。左后3步。第二战，固守宁胜。第5战，固守宁胜。第5场了，他机器怎么还这么稳？不是灵力多，是他用出去的灵力还在循环。他开始慢了。第8战，固守宁胜。啊，锁灵环，那是他做3年宗门任务才换来的法器。顾师妹，我不会留手，应该的。第9战，开始。宿主，你的灵力被锁住了。法器锁的是灵力，不是人。第9战，固守宁胜。他以前也是外门数1数2的人物，输给一个武灵根，以后怕是抬不起头了。这次是你赢了，下一次我会更强，我等你。固守宁第10战对手，外门榜首沈燕。沈燕今年外门总榜第1，固守宁已经被锁灵环耗成这样，怎么打？8寸剑痕之后，我一直想真正与你打一场。现在正好，你若还不出鞘，会输。那要看你能不能逼我拔剑。好，第10战，开始。第1剑破防，第2剑封路。9战消耗太大了，金火合击。姐姐没灵力了。他还有力气。姐姐，看地面，你的灵力在借我的火运转。不是借，是接住。去！我输了。第10战，固守宁胜，10战全胜。本次青木秘名外门选拔，固守宁10战第1。秘境中若遇险，希望有机会并肩。好，这是我的。宗门统一发过，秘境中若失散可以传讯，价钱不算账。那不要。1块下品灵石。记账。等等，怎么了？刚才这里有一道黑色裂痕。暂停烈风宗入阵。木灵流向正常，空间坐标也没有偏移。它出现了2次。在此加一枚监测钉，若再出现异常，立刻停阵。光门只能维持1个时辰，不能一直停。进入后，烈风宗所有人保持3步之内，有异动先保命。 5人一组，前后弟子以灵绳相连。顾师妹在我后面，任何人不得自行追逐灵药。宿主，空间灵力波动比刚才高了3成，能查出原因吗？不能，那就别废话。保持队形。阵法裂了，抓住身边的人。
固守宁！警告！警告！空间坐标丢失！先落地。地图之外。三阶魔之！要喷死了！空气中存在可燃账粉，大火不能用。还活着吗？暂时活着，那就自己站起来。不欠救命债了。刚才那枪只慢了1时，够算。他狂化了，还要照紫珠。你牵制还是我牵制？你压住他，我找弱点。成。还挺会护理。左侧第4眼，给你一袭。低头。爆！镇山宗秦昭月，烈风宗顾守宁。妖丹和蛛丝怎么分？按贡献，妖丹先存你处，蛛丝囊先存我处，出秘境按市价折算。成。你不怕我赖账？你先问分账，不像赖账的人。你也不像他们说的那样。说什么？白发不详，5灵根拖后腿。从前军中还有人说女人上阵会败军，后来都闭嘴了。他们闭不闭嘴，不影响你杀敌。这话我爱听。除了8味，还有冷灰气。什么东西？不知道，但不是正常木灵气。先救人，先看清，边走边看。这就是刚才的声音。你看不见？看不见。那你怎么知道我们来了？持剑的人落地时右掌没有握实，左脚比右脚慢拍，脚踝有诸毒灼伤。持枪的人左肩伤口较深，一直用火灵压着毒性，呼吸比刚才短了2分。眼睛看不见，耳朵倒挺毒，听得见，不等于可信。烈风宗顾守宁，镇山宗秦昭月，明玉宗苏婉英。还能疗伤，只能暂缓。不免费，可以记账。狼又要冲了，不是狼，雾吞了声音，也在吞人的心神。不要吸进去，这里的雾会让人看见最想要的东西。先退，往哪边？东南高处，风往外走，我开路。
临时同行，先把规则说清。说发现异常，立刻告诉另外2人，占路平安贡献分，任何人都不能替别人决定谁留下，谁去死。再加一条，打起来时，谁先看清局势，谁下令。同意。同意。我挡正面，破硬甲。我变位控场，伤势只能暂缓。我找弱点，变阵纹，五行可以补空位。那就这样。地下有东西。砍不死，表面的主根是假的。我定住他们3息。现在，开！哪一条是真的？东侧7尺。我还能定1息，够了。破！灵核1枚，尖藤3段，共同所得暂存我处。出秘境后折价，3人平分。琴弦损耗也记。你这账本比腰疼还缠人。阿娘，我回来了。阿娘，我以后不去修仙了。醒醒！不准带走他！他看不见我们了。我已经进魂。我的气！不能留在这里。不是普通毒气，遮住呼吸也没用。来得够脏！记住刚才的规则，看见异常立即说。我听见战鼓了，我听见我娘在叫我。我看见药门。赵月，爹，仗打完了，这次不需要你守，回家吃饭。婉音，娘，以后不必再听声辨人，爹带你回家。守宁，洗手吃饭。姐姐，今天有荷包蛋。你的那碗不收钱。宿主，你已经筑基了，不必闯进化池，不必实战，也不用在秘境里流血。我愿意帮你。他爱你，他愿意。宿主，你在做什么？找到了，我的家要真的，我的道也要真的。我不走，我还能守。爹，娘，警告！宿主已脱离极乐杖核心幻境，极乐杖植入神魂，以欲望制造幻象，建议立即寻找男修双修。闭嘴！秦昭月，看枪，留下吧。我想，可外面还有人没回家。我在。写你的，别站，听琴。我想看见你们，但不是这样。我回来了。压住物，3息。我3正面。
地下是空的。宿主伤势加重，立即止血。用不着你提醒。你别疼。谁？刚才是谁在说话？系统运行恢复，回答我。未检测到异常语音。你说了别疼。记录中不存在该内容。别，双修可加速伤势恢复。顾守宁，你刚才发什么愣？识海里的东西出了故障，你的心跳乱了4息。下面有活人，先救人。下面有什么？有人在叫，还有链子拖地的声音，他们把人吊起来了。留在这里，不要靠近红雾。妖物过线，火会亮。入口在我们脚下偏东12步，10层后有空腔，中间是空的，退后。是伪装阵，不是封门阵。秘境自己的根，被人拿来铺路。有人经营这里很久了。拿活人炼阵，不能直接锻炼。阵纹和他们的神魂连在一起。7人还活着，3人神魂已经非常弱。幻音教的教音，极乐杖把人送进来，这里再把他们变成修炼资源。秦昭月、苏婉音，他们连灵根、队伍位置都查过。你的名字是刚添上去的。入阵者皆为祭品。还想着找你们，3位到自己送上门了。把人放了。已经入阵的人哪儿还有自己？来追我，或留下看他们被抽干。他知道外面还有多少阵点，追上他需要多久？至少20息，他们撑不过10息。选吧。救人！先停回路，我护神魂。我只能压住5息。9根柱子互相补力。8根是从柱，真正的阵眼不在柱上，在哪儿？他们把阵眼藏在人身上，不能直接拔，拔错会把他的神魂一起撕出来。阵钉下有3层灵力，最外层是幻想，中间层连着锁链，最里面才是阵眼。还有几息？3息。秦昭月。阵法反噬，要回到他们体内了，不能全灌回去，经脉会爆，我分流。都还有气，线索跑了，人还在。阵破后的余阵，下面有活物。4阶双头蛟。秦昭月挡黑焰，苏婉音压右手。宿主4阶摇手，建议立刻撤退。闭嘴。我的秦玉只能削弱威压，撑不了多久，那就让他没空继续压。秦昭月没死。他们不是各打各的，一颗进攻，另一颗就会护住他的死角，那就一起打。破了。
他另一颗头在替他扛伤，单伤一头，另一头就会分走伤势。2颗头共用1条腰脉，再试一次，这次同时打。刚才他的气息断了一拍，那片暗金灵帽是什么？逆鳞。2颗头共用1处命门，单伤一手，另一手会替他分力，一起伤，他就顾不上胸口。苏婉音，锁住右手的转向，你打左头，要多重？重到他必须护头，明白？第3声琴音同时动。你呢？我上交背。他的尾巴呢？我自己躲。宿主，你体内灵力不足5成，够用了。还不够烫！现在，逆鳞出来了。水泄力，土定身，木护脉，火焚邪，金束剑。不能松枪！我没打算松。顾守您右边，宿主立即后退。闭嘴！既然不能选一个，生死剑那就都救。只有半息。定身！现在轮到我了，给我穿！腰丹还有护壳，我听见了。顾守宁，明白。哇！没事，不疼。我的枪差点被他嚼断，还站得住吗？比你稳一点。这笔账3个人平分。当然。4阶双头蛟，是他们3个杀的。我来晚了，是有点。来的正好，搬东西。所有人，捏碎传送玉盘。玉盘失效了。出不去了。你们3个刚杀了4阶妖蛟，实力最强，你们先走，至少还能活下来。那你们呢？伤员先。第1阶对子第2。能站的最后走。这还差不多。你还要做什么？取内丹。都快瘫了，你还惦记着？4阶双头妖蛟内丹，我们3人共有，暂存我处。证据也不能留在这里。记录完成，找路。东南，那里有一段空间没有断。白线出现后，只能维持15息。我清路。所有人不要离开雷线。空间错位时，他能把你们拉回来。生门出现了。伤最重的先。低头。
剩8息，神烟先过，出口另一边需要人接伤员。你先，蜻蜓，门会缩，我把你扔过去也一样。让出去再算。你先，一起。顾守宁，这笔账你自己记。4阶内丹，3个人斩的，仗也3个人分。灵药先救伤员，内丹暂存，证据各宗共同拓印。顾守宁、苏婉音，来日顶峰相见。顶峰相见，顶峰相见。姐姐，姐姐，他在吸整个广场的灵气。顾唐，看我，我松不开。不是侧阶石留人，是他体内的灵气再反过来抓取外界灵气。先断灵脉，体内已有的灵气太多，按入门吐纳诀，先引回丹田。糖糖，听口诀，吸气入喉，引灵下沉，归于丹田。停！立即停下吐纳诀。强行中断，灵气会失控。继续下去，他的经脉会先裂。他不是吸不进，是吸得太快。他现在不能再纳，要先泄。散掉刚引入的灵气，不是全散，改灵气入身后的路线。灵气停在喉下，先走几倍，分入双臂，再由指尖卸掉过量部分。等丹田圣压下降，再引剩余灵气回流。这不是烈风宗入门吐难诀，所以才要改。姐姐，我听你的。顾守宁，你知道自己在改什么吗？知道。任何一处改动都可能损伤经脉。不改，他现在就会损伤经脉。元诀适合正常灵根缓慢纳气，他吸收灵气的速度已经超过丹田扩张速度。继续把所有灵气压向丹田，后面的灵气会先撞断经脉。右臂经脉的确已出现细伤，你准备如何改？先泄后纳，只改这一轮，不立功法。谁能保证你判断正确？没人能保证，但我能看见5种灵力如何相生，也能看见他的灵气正在往哪处撞。再等下去，连尝试的机会都没有。阵法长老布护脉阵，药堂准备温脉丹。若新路线出现逆冲，立即由本座断灵。你只有1次机会。够了。顾唐，看着前面。我怕。怕也要呼吸。第一口吸到喉下，停2吸，别往下压，从脊背走，吐气，从指尖放出去。少了一点疼。第2轮2次短吸，1次长吸，每7轮停1次，数到9，再走下一轮。经脉没有继续裂，新路线闭合了。姐姐，我饿了。能饿，暂时死不了。藏书楼4层，许你进入。因为顾唐，因为你看见了我们没看见的东西，不是赏赐，是烈风宗请你继续看。弟子只借书，依旧要记账。借了就要还。姐姐，你不走吧？今晚不走。宿主当前旧伤未愈，同时压缩5种灵力，失败率极高，所以才是推荐筑基方案与变异雷灵根难修双修，可稳定经脉，降低痛苦。又是这个，这是成功最足够的方案。不是我的方案。警告：宿主经脉承压超过安全范围。停下，武灵失衡，一样会伤，可切换双修方案。不换。宿主生命气息下降。水接木，木不能直接强击，
宿主进程异常。刚才的话什么意思？无相关语音记录。等我住完再问。恭喜宿主完成筑基，当前修为筑基初期，代价也没少。顾师妹，百草仙山急信。百草仙山请烈风宗派精通五行和镇稳者支援。他刚刚筑基，经脉尚未稳定，弟子能走，能走不等于能战。此行先查镇，不是逞强。我同去。你再走出山门，后背的肉可以重新切掉了。你负责查镇，弟子明白。不负责拼命。姐姐，我也能去。你的经脉刚稳，留下。我不乱吸灵气。百草仙山遍地都是灵药，你吸坏一株，我赔不起。哼，那他替我去。好。第二重谷口有迷香藤，不要跟着药香走，看脚下水纹。你先养伤。御师用传讯符。你先确保收到以后还能下戳。药香从左边来，走右边。顾守宁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因为我道居在这里。走，带你认识认识。萧巡野，百草仙山药田执事，木灵根、变药根、玉灵植查地下镇脉，都是他的长处。顾姑娘，昭月常提起你，他说我什么？说你做决定快，记账更快。我说错了吗？没有。他是我道侣。知道了。这株药为什么要移栽？原来的土层积了异常火力，主根尚未损坏，移到水木交缺处还能救活。附近还有多少株出现相同情况？东药田已有7株，位置分散，药性也不相同，不是同一种病。但根部都有火气淤积，它们附近是否都有阵法回流？都有。先记下来。走，我们去问问沈之修。正好让顾守宁一起认识。今日不变药，也不学针，先学为什么行医。先生，医术厉害就能当大夫吗？医术只是第一步，若心不正，医术越高，伤人越深。打开第3页，一起读。为医者，须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寒灵之苦。见彼苦讨，若已有之，身心凄怆，不得问其贵贱贫富，一心复救。记住，病人躺在你们面前时，先看他的病，不要先看他的身份。坏人也要救吗？医者救眼前的命，他做过的事自有律法与因果判断，不能让医者手中的药先学会挑人。今日到这里，回去将前3段各抄一遍。是沈先生。普通医等皆如至亲之下，不得瞻前顾后，自律吉凶，牺牲命。沈之玉，水灵根医修，也是百草仙山医堂的授课先生。顾姑娘，沈先生，他也是我道侣。明白了。可以有2个道侣吗？为何不能？他们知情、自愿，彼此尊重，够了。东药田又有异常，7株灵药根部出现火气淤积。7株灵药位置并不相离，但都靠近护山镇的水木回流，所以我们准备去查西南阵脚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检查灵药的药性变化，你检查根须和地下藤引，外围交给我，我追查灵气回流。明白。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。
入夜后封住这3条小径，保留东侧出口，方便药童撤离。先不惊动其他阵脚，若黑线藏在回流中，大范级断阵可能会逼他转移。我准备验药玉盘与封药泥，我带药除、镇针和断银粉。只检查，不擅自拆阵。明白。前方10掌，第1处回流节点。这里正常，继续。沈之玉，表面没有毒，药性却比正常植株少了30%。记录位置，暂时不下结论。好，根系完整，没有被人为切断。也记录。停。不是风，少了1道回流。具体位置，第3株藤下。萧巡野，检查根脉。主根完整，地下藤引也没有断裂。沈之玉，验药息。灵芝还活着，药性已经被抽空。灵气进入了阵脚，却没有回到药田。下面有东西。所有药童退出西南田，封闭3条小径，只留东侧出口，外围肃清。要切断这位藤引吗？先不切，他既然在吸灵气，先看清他在吃什么。他没有破坏阵法表面，他藏在下面偷回流。能找到他的入口吗？没有入口，黑线就在阵石内部。验药液，生机还在，药性已经被抽空。查根须。黑线沿着根淤通向阵石，是从外面钻进去的，现在还不能确定，他也可能早就藏在阵石里，等护山阵把他养大，挖开阵石，不要伤到周围主根。明白。阵石表面没有裂口，从边缘开1指宽，先看里面，不要整块打碎。沈之玉，净药露。它能污染药力。气味与万玉夺元阵中的黑气相近，幻阴教只能确定力量同源，不能直接确定是谁放的。我来试他怕什么？水冲不散，火烧不死。断开！木灵会喂养它。它不是附着在阵石表面的毒物，根系、药力和阵法回流都是它的养分。它借阵法活着。它还在长，不能让它继续吸收回流。秦昭月，封住外围。明白。萧巡野，将周围活根从阵石上剥离，只分根，不碰黑线。好。沈之玉，用封药泥隔绝药气。明白。土，固定阵石；金，封闭内层；水，截断回流；火，守住最外层。药气已经断了，只能暂时封住，他还活着。我从北镇回流无故消失，阵石内部发现黑色细纹。山门灵兽突然焦死，附近阵脚表面无伤，内部灵力却被抽空。秦牧秘，这些地方使用的药质不同，地脉结构也不一样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它们都位于灵力回流最后的位置。有人提前挑好了地方，不是一处阵法出现漏洞，有人在各宗阵法里种下了同一种东西。一处可以说是意外，这么多处，就是有人提前布置。投放者不需要了解整座阵法，只需要找到阵法吞吐灵气的节点。等黑莲长成，再同时抽空各宗大阵。青木秘境夺取修士元气，黑莲夺取宗门阵法的元气，手段不同，目的相同。从药性衰退速度判断，黑线并非昨夜才出现，最早的一处可能已经潜伏数月。它们不是同时被种下，但被安排在同一时间开始生长。有人正在启动它们。我听见了。黑莲已经出现在多个宗门，百草仙山的黑莲已经封住，但投放者可能回来灭口。我留在这里守证据，等镇山宗援队接防。我回烈风宗
将黑莲结构与青木秘境的名单阵牌重新对照。我在灵阳城方向最近有修士心因异常，街上还出现了一种陌生甜香。你查甜香来源和近期失踪人口，发现异常先报信，不独自硬闯。这句话也送还给你们，每2个时辰报一次平安。若有人没有回应，离得最近的人立即支援。镇山宗援队到达之前，西南阵脚由我负责，伊堂与药童撤离路线交给你。我会将孩子和低阶弟子全部转移到东风，其他阵脚的根系排查交给你。每发现一处异常，我会先封闭回流，再送记录过来。青瓶用于检测黑线污染，白瓶用于临时隔绝药气，红瓶只能在黑线突破封印时使用，会让附近灵植暂时休眠。每处阵脚一套。黑线若从根须向外扩散，先撒断银粉，不要直接与木灵接触。写在守镇令第1条。镇山宗援队到达前，你不能离开百草仙山。我知道，他们接访后，我去临安城与你们会合。检测到宿主接受跨宗调查任务，建议提高修为后再接触未知危险目标。你知道黑莲是什么吗？黑莲？你认识他？系统运行正常。方才为什么故障？无故障记录。姐姐，姐姐终于回来了。答应了会回来，可是你走了好久。以后提前告诉你归期。你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姐姐真厉害，跟我娘一样厉害。你娘？我没见过我娘亲，我都是听爹爹说的。爹爹说我娘亲是极品天灵根，还是最厉害的剑修。爹爹总说娘亲很快就会回来，可是我等了好久，娘亲一直都没有回来。姐姐，我娘亲是不是不喜欢我，所以才一直不回来？不会，糖糖这么乖，这么勇敢，你娘亲一定很喜欢你。真的吗？真的。那你爹爹呢？爹爹他也不见了，娘亲没回来，爹爹不见了，祖爷爷。不说了，以后有姐姐在。我也在。宿主，你们怎么看都像一家3口。苏景晨长得好看，天赋又高，还洁身自好。之前为了救你，连命都快不要了。宿主，你当真一点都不喜欢他？不喜欢也可以结道侣。宿主先享用他的元阳，以后遇到真正喜欢的，还可以再结一个道侣，2个又不多，就像秦昭月一样。宿主，之前是我狭隘了，我应该多给你找几个的。再说一句，把你埋了。怎么了？有东西欠收拾。娘亲怎么还不回来？糖糖之前从未开口说过自己的身世，她真的很喜欢你。这是百草仙山的复原丹，对你体内的旧伤和受损经脉有益。谢谢。是我该谢你。我不要你的感谢，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让你欠我，是我心甘情愿。顾守宁，下次离开宗门，告诉我什么时候回来。好。桃香。不是迷香，它只放大人本来就有的念头。姑娘，别堵门！雨一时停不了，你若会弹，就坐廊柱旁。香不是从一处来的。少爷，山庄不能再替您付这些小木剑的钱。他们喜欢是因为您每柄剑里都夹了一颗糖，那也是喜欢。还有一箱只会喊少爷天下第一的流银劫，这个别念。庄主还说，若您再乱花钱，就把您抓回山庄练剑。
少爷，他是谁？明玉宗的秦修吧？账还没看完，你看。灵剑山庄的人，你认得我？金陵太朝。我可以摘。不必。你的手受过伤？与你无关。姑娘，你的琴很好听，你不用一直在雨里弹。我不是说你没钱，我有钱的，我家很有钱。少爷，重点错了。我能养你吗？不能。啊？我不需要人养，也不认识你。我叫云星哥，令剑山庄。现在知道名字了，仍然不需要。抱歉，我说的不好，你不同意，我不会再问。少爷，终于说了句能听的。但你手里的桃色药丸，我见过。在哪里？近半月，城里接连有年轻修士失踪，失踪前都有人见过这种桃色香丸。城防司为何没有公开？有些修士没有宗门，有些人是悄悄来的，失踪后没人报官。灵剑山庄在城里有客栈、药铺和建行，他们欠过账，买过药，我的人记得。名单，跟我，我去拿来，你在这里等也行。带路。这里是第一人失踪的客栈，这里是第二人的店铺。最近一人3日前住在西巷染坊。不是失踪者经过香丸，是投放香丸的人在挑选目标。挑什么目标？年轻，修为不低，灵气纯净。最近一人的住处，我带你去。你只负责带路。好。散白咒。你会灵道？雨声能替我遮住琴音。明白。里面没有呼吸声。我先进去。你不知道朕在哪儿。那你在前，我守后面。人刚被带走不久。幻音花艺。幻音教。别用火，香雾会沿热气散得更快。上面3人。趴下！关门！别闻香气！少主，追不追？先看街上还有没有人中针。他们是被控制的。左耳后有香印。活着。暂时。下一批香丸被水送往西边。西边是旧筹仓和几座封掉的货站。最近3名失踪者里，有人在那里出现过吗？2人。不是巧合。我还只是带路。方才你若追敌，能抓到1人。街上会有人死。所以，运星哥，跟上。好。里面有人。不止1个，我们被等着了。这次先救人，还是先抓人？先等。等谁？百草仙山的封印，镇山宗援队接了外围，沈之玉、萧巡也守内镇，我带封印记录来找你们。烈风宗对过名单，青木秘境被列为目标的人，和灵阳市失踪者有相同特征：一个查人，一个查镇，一个正面砸门。砸开！等等。是假声，阵法造出来的。同一段声音，每9息重放，这是让追查者误以为人还在里面，真正的人已经转走了。你怎么都火到了？
灵山城近半月失踪23人，城防司只记了11人，其他人来自散修客栈、小商和临时践行。专挑年轻的，也挑不容易被立刻追查的。这3人家境不差，但他们进入灵阳时都隐藏过身份、天赋、灵气和孤立程度，3样都符合才会被挑中。青木秘境里，他们挑的也是同一种人。这里的阵法被人开过口子，不是强拆，像是早就留好的门，香气都流向同一条雨巷。那里只有一堵空墙，有人经过，墙才会变成门。什么样的人？他们想要的人。入口至少需要5个条件：第一，年轻修士；第二，灵气纯净；第三，身上有桃香标记；第四，独自进入固定雨巷；第五，神识出现可被控制的波动。我们找个假的神识波动，普通伪装骗不过藏在香里的阵音，所以我去。不行，不行！我在3人中最符合他们的目标：年轻、独行、勤修、双目失明。他们会判断我更容易控制。你不是容易控制，我们知道，他们不知道。桃色香丸会放大原有杂念，沾染过量，你可能真的失去判断。我的神识能跟着琴音走，只要弦还在，我便知道自己是谁。我不赞成，但决定是你的。我只想知道，怎么把你带回来。要先定剂量、信号和强制敲条件。好。只取1/8，不入口，融入雨水，涂在腕脉外侧。撤退信号，2短1长，立即进入。若欲扣断讯，听琴；若琴也停了，失效。时消没有琴音，我们强行破门。可以。你守巷口和排水渠。我能跟进去吗？不能。为何你们能？你没进过青木秘境的夺元阵，也没有同频御扣。我可以现在刻一个。来不及。我留在这里能做什么？任何被送出来的人，交给你；任何从其他出口逃走的人，也交给你。你守的是我们的退路。好。可以挂在琴上吗？会干扰琴音。那我留着。你出来时，听这个找我。姑娘，雨这么大，为何不进来歇歇？有人吗？有很多疼你的人。姑娘独自一人，家中可有人等你？没有。那便进来，以后不会再有人让你淋雨。现在还不行。找到了，一吸，进去。别放线！听琴，不要追着藤走，跟着声音呼吸。毁掉名单，活口全部抽干。我能追上。追人还是断阵？先救人。怎么分？我找阵眼，你破外层红线，挡住守卫。婉音稳住神魂，别让他们被线拖散。明白？顾少宁，给我位置！玉盆是假眼，真正阵眼在盆底影子里。精灵破镜，水帘倒流，木灵护脉，火灵断结，土灵拖人。
现在。还活着。活着。下一人。风坛。他没走远，先把第一排移出阵线。警告！检测到元婴级威压，宿主当前胜率。闭嘴！坏我青木祭坛，又毁我羚羊分塔，当真以为本座杀不了你们吗？抽取停了，先别碰阵心，人归我这一侧。心跳还在，自身难保，还想着这些废物。他们不是废物，是你的罪证。杀了他们。拿2把刀，是怕一把不够你输。伤成这样，还敢挡路？杀你，一只手够了。你的对手是我。你的肩抬不起来，枪能抬起来就行。这里躺着人，看着点儿。顾得了秦，还顾得了几十条命？比你顾得多。你的呼吸乱了，匣中只剩最后几个。屠击！本座知道你能看这，也知道你专挑伤口。水！警告！敌方元婴初期，正面胜率低于不用算，边边。我只需要他慢一点。你以为找得到破口，就有资格站在本座面前？宿主生命体征急速下降，肋骨损伤。筑基，终究只是筑基，还能战？筑基又何妨？这修为是我苦修点滴攒下，尔等强夺他人气运堆砌的修为，不过空中红河，也配在我面前叫嚣？赔不起了。什么？所以拿你的命抵。你每护住一个人，自己的阴障就薄一分。你可以试。苏婉音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强制进入。这不是幻炎教的东西。死人不必知道。婉音，云星哥，苏婉音，我赶上了。丧魂钉入体，金丹也救不回来。云星哥，跟着秦音，不许散！不能把黑气再进识海，我只能封10几息，你稳魂。去破阵，你一个人，我守得住他，也守得住其他人。你在做什么？拆房子。
手凝，柱子一共几根？7根主柱，那就再拆6根。你要护他，就只能看着其他人死。你的匣子空了。你该庆幸，我现在没有时间恨你。就这个，就那个，你有几条命可用？1条，所以不能浪费在听你说话上。第3根算你的。不是破坏阵眼，要把它倒过来。你敢？秦昭月，最后3柱同时断！婉一，稳住所有神魂，准备脱线。所有人听我的琴，红线断时，不要运转灵力，不要追他，守住识海。金逆水，水灭火，火焚木，木破土，土封金，断！你的分坛没了，本座还能再见。顾守宁，黑莲已经醒了。转移伤者和罪证。来了。检测错误目标。你到底认识他多久了？金华界，土封地，水断流，木定脉，火照影。你只剩2成灵力，够封半刻钟。援军若半刻钟不到，把这里整层埋掉。脉动一样，百草仙山的不是残缺品，是从完整结构上分出去的一部分。阵法回流呢？都只进不出。都是靠宗门或夺元常替他供养，不止幻音教在养他，各宗大阵也差点成了他的养料。你认识黑莲？无相关记录。羚羊黑莲出现时，你的裂纹扩大，系统故障与目标无关联。百草仙山第1次出现黑莲，你也失控。无故障记。你在怕什么？宿主，停止追问！别碰他！你是谁？无语音记录，我听见了。建议宿主优先治疗。这笔账也记下了。不可直接拔，丁身勾着神魂。需要什么？3层锁魂阵，一人维持他的神魂归位，一人封住心脉。拔钉之时，他不能挣扎。我稳魂。拔。听琴。不要追那些声音。命暂时保住了，神魂仍需休养。茵茵，别说话。我是不是赶上了？赶上了。那便值了。你没受伤就……我受伤了。对不起。我不是怪你救我，我是告诉你，以后不许说值。那以后我还能跟着你吗？以后不许替我擅自决定谁该受伤，也不许把自己的命说得不值钱。好。你若还愿意靠近，我不推了。你能再说一遍吗？睡觉。顾小友，将你们查到的重新说一遍。只说证据，不说猜测。第一，青木秘境，幻音教以极乐杖扰乱神识，
再用万域夺元阵抽取年轻修士元气，目标集中在年轻、天赋高、灵气纯净的修士。第二，灵阳城失踪者筛选规律与青木秘境名单一致，分坛长期囚禁修士，记录每日抽取量。第三，黑莲2处黑莲纹理脉动与回流结构同源，他们依靠宗门大法或夺元阵吸收灵气，只进不回。第四，丧魂钉，此钉能绕过肉身，直接攻击神魂。你可愿作证？愿意。他们按灵根和修为给我们分类，每天有人来看玉盆里的灵液，抽少了收紧后，有人经脉废了，他们便把身份牌扔进废弃木箱。你见过魔族吗？没有，我只听见教中人说魔令到了。可曾亲眼看见魔令？没有。幻银教囚禁修士，证据确凿，但黑莲从何而来，尚不能只凭形态判断。丧魂钉也可能是从上古战场流出的邪气。邪气会自己跑进幻银教黑河。我说的是来源未明，不是幻银教无罪。若现在直接宣布魔族已渗透所有宗门，只会先造成恐慌。不宣布，等到没发生。他说的有一半对，幻阴教与黑莲勾连是事实，丧魂钉含有非幻阴教功法的魔气也是事实，但谁提供黑莲，谁送出丧魂钉，幕后命令来自何处，我们没有直接证据，所以你也不能证明魔族参与，不能证明完整链条，也不能证明他没有参与。现有证据已足以确认3件事：第一，幻银教正在系统化猎取正道年轻修士；第二，黑莲正在侵蚀各宗阵法；第三，丧魂钉与黑莲背后存在尚未查明的更高力量。即日起，各宗共享失踪名单与阵法异常，发现黑线、黑莲、桃色香丸立即上报，幻阴教列为诸宗共同敌对势力。外面有人跑得很急。急报！中州荒原突现秘境，秘境气息与现有灵气完全不同，疑似上界仙气。若这气息能用于丹药，前线重伤者能多活1半。若秘境内有修复灵气的材料，万剑库可以提前开启。魔渊若真的暴动，我们需要的不只是防守，而是主动出击的力量。年轻弟子若能在战前提升一境，便多一分活路，也可能多一座坟。又是只进不出，与黑莲相同，结构相近。刚才有黑纹，我没有看见，是灵凭无魔去反应。太安静了，拓影珠里没有鸟兽靠近秘境后的叫声。也可能是仙气威压使灵兽安静，也可能，但不能因为它看起来像仙气，便先认定它无害。若封锁秘境，却被魔族率先占据，谁负责？已有散修进入，我们不去，他们也不会停。我宗有32名重伤弟子，寻常丹药已经无用。万剑库地火近年衰减，这可能是修复机会。机缘可以查，主力不能全压进去。先遣队救人，采样测阵。若真有仙气择主，人数太少，只会落入旁人之手。所以还是想抢。我想让宗门在魔灾里活下去。入境前至少做5件事：第一，留下完整人员名册；第二，主力与留守不得同时离宗；第三，每支队伍携带2套不同传讯法器；第四，任何人不得脱队寻宝；第五，入口异常立即撤退。你仍主张不入？我主张先封锁7日，采集外围样本。7日后，已入境的弟子可能全死，秘境也可能关闭。所以你们要做的不是相信我，是承认我们不知道里面有什么。表决。救人，只派医修和护卫，不夺宝。2队互为援护。记录在案，我反对把它当成无害机缘。记。天机阁宣布，3日后各宗先遣队入境。一休说你今日最多练10件，多2件不会死。你每次都这样说。找我有事？有。说吧。进入无名山的名单已经定了，你我都在其中。我知道。这次进去，未必还能按照原路回来，所以有话直说。我原本想再等等，等修为更高，等魔渊平定，等你不必总去最危险的地方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你不会因为谁想留住你，就停在安全的地方。
你每次拔剑，都比上一次更清楚自己要守什么。我以前以为，无情道就是心不动，不牵挂，不犹豫，不因任何人改变。遇见你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心会乱，会担心一个人回不来，也会因为他平安站在面前，觉得这一切都值得。顾守宁，我心悦你。我不是来逼你答应，也不求你现在给我答案，也不求名分，更我求你因我改道。我只是怕这次秘境后，再没有机会亲口告诉你我所作所为，皆是心甘情愿。宿主，他说他不要名分，你可以先同他结道侣，享用他的元阳，以后遇到喜欢的再结一个道侣便是。他说不求名分，是不想逼我。可他是自愿的。他自愿喜欢我，不代表我可以利用他。那可以先答应，等双修以后再慢慢培养。假的承诺也是骗。可是他不要名分。闭嘴。苏景晨，我现在还不能明确回答你。我从前只想着活下去，引气，净化灵根，进入宗门，得到秘境名额。我不敢等别人，也不习惯让别人等我。可顾堂和你在山门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很高兴。你受伤，我会担心。顾堂难过的时候，你站在我们身边，我没有想让你离开。你说你心甘情愿，我也一直记得。我不知道这些是不是你所说的心愿。大战将至，我不能因为害怕失去，就随便给你一个承诺，也不能因为你的心意，便利用你，这对你不公平。所以，不是没有机会。不是。活着回来，等这次事情结束，你再问我一次。好，我等你的答案。我只说让你再问，没说答案一定如你所愿。至少不是没有。药还是要喝。这瓶算谁的账？不算账。那我不要。算我借你的。可以。烈风宗先遣令牌已经制好，明日卯时，各宗于无名山外集结，过时不候。知道了。顾守宁，活着回来见。不是回来见，一起回来。好。不要名分，还愿意等，确实很合适。姐姐，我好想你。你回来之后一直在忙，我每天都想去找你。可是苏师兄说你要查很重要的事，不能打扰。是我不好，回来后没有先去看你。那姐姐也想我吗？想。我就知道。姐姐，你不在的这几天，苏师兄学会做新菜啦。他只是照着单堂师傅教的做了几次，很好吃，我每次都能喝2碗。什么菜？松茸灵鸡汤。堂堂前几日胃口不好，单堂的饭几乎没动，我便去学了。第一次有一点咸，只有第一次，第2次就特别好喝了。你若不嫌弃，今日也做给你尝尝。姐姐一起吃吧，苏师兄每天都说等姐姐回来也要给姐姐做。我没有每天说。说过几10次。好。这个也要放。这个最后放。为什么？现在放会煮烂。我记住了。糖糖，尝尝咸蛋。刚刚好。香味浓度正常，灵力搭配合理。你又不能吃。姐姐先喝。你不是最喜欢吗？所以才要让姐姐先喝。好喝吗？好喝。我就说姐姐会喜欢。喜欢便好。汤要凉了。糖糖真可爱。姐姐，
姐姐给我买的衣服真好看。你喜欢就好。只要是姐姐给我的，我都喜欢。姐姐，以后你回来了也和我们一起吃饭，好不好？只要我在宗门，就一起吃。说好了。说好了。原来这就是明玉宗，连山门旁边的石头都能发出声音。那不是石头，我知道是明音玉，我只是觉得它长得像石头。那边是不是你小时候练琴的地方？不是。那边呢？善堂。善堂也修得这么好看？你想去？想，不过先去见你师傅，见完师傅再去看你住过的院子，还要看你练琴的地方、抄经的地方、被罚站的地方。我没有被罚过。那我倒想见识一下。婉音，你带我来，我特别高兴。看出来了。很明显吗？从山脚收到了山腰，我还能收到山顶。大师姐，这位就是云师兄吗？你认识我？全宗门都知道。知道什么？听说大师姐要结道侣了。宗门消息传得挺快。我没有这样说过。可是掌门师尊说，大师姐第一次带男子回山，肯定不一般。师尊还说了什么？师尊不让我告诉你。听说大师姐要结道侣了，特献上一首曲子。等等。好听。祝大师姐与云霄兄百年好合，天天开心。借你吉言。云星哥，我只是觉得他吹得好。云师兄，以后大师姐欺负你，你就来找我。你帮我？我给你们吹一首夫妻隔阂。不必。我先去告诉师姐们，云师兄长得特别好看。回来。你的小师妹很热情。她以前没有这么热情。可能是喜欢我。她喜欢所有会给她买糖的人。那我一会儿去买。师尊，晚辈云星哥，拜见明玉宗掌门。不必这么拘谨，这还是婉英第一次主动带人回来，你能站在这里，便已经不是普通客人。第一次见面，总要有份见面礼。多谢掌门。这枚明玉扣可以护住一次生阴处，只要他还会响，便说明佩戴之人平安。婉英以前从不带朋友回来，如今既然带了，便要好好招待。弟子知道。在明玉宗不用拘束，有人欺负你，可以来找我。婉英不会欺负我。我还没说是谁，婉英已经很久没这么笑过了。去吧，他的院子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热闹了。这就是你以前住的地方？你小时候在这里练琴？在树下。这些呢？炼音刃时留下的。你小时候就这么厉害？那是控制不好。也很厉害。婉音，小师妹给我吹百鸟朝凤，掌门送我见面礼，你还带我来看你以前住的院子，我今日特别高兴。你已经说过了。可现在比上山时还要高兴。我以前还担心你愿意让我跟着，却不愿让我走进你的过去，今日才知道是我想多了。云星哥，我在。婉音，你刚才是不是？是。那我能不能问一句？不能。我还没问。你想问能不能再亲一次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心跳太响。婉音，我真的好开心。我回来了。比传讯中说的时间晚了半个时辰。临时加了一道巡山令。饭还热着，枪先放下。给我的。这里还有谁用红枪？为何是3个？一人一个。
赤心木孽火也不容易断，3个环扣在一起便不会散，别弄丢。丢不了。今日怎么这么丰盛？你明日要去无名山，给我践行。让你出发前吃顿热的。还是你最知道我的口味。慢些喝，烫不着我。喝完辣汤再吃这个。你也记得。你的事我什么时候忘过？看来我不在的时候，也不用担心你们忘了我。不会，不会。只是去一趟无名山，我很快便回来。百草仙山一堂不能无人坐镇，这次不能陪你去。我知道，你留在这里救人，比跟着我更重要。西南阵脚刚刚稳住，心仪栽的灵药也离不开人。我知道，你守好药田。好。不许为了省灵力不吃饭。知道。你也一样，教孩子看病查药方，一忙起来便什么都顾不上。你出门在外还有心管我？我不管谁管，你们2个都在百草仙山等我，这样我回来时才有人给我开门。又要收学生？山下几个村子的孩子想学识字和变药，下个月再添一排书案。他们说日后也想做医修。旁边给我留一块空地。做什么？教他们用枪。医术里用不上枪。先教他们怎么跑，真遇上危险跑不掉再打。你回来教？我不回来，谁教？那便给你留最大的一块。好。这里可以开成药田。土层这么浅，也能种？种耐寒药木，让孩子们自己照顾。以后他们学会变根、换土、移栽，便能自己养活一片药田。那我偶尔也能去挖2锄头。你上次挖断了3株药根，那是药球不顺手。我给你做一把新的。还是你惯着我。只给你做。院子也该修了。杂物间可以拆掉。拆了给谁住？给你。你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原来的屋子放不下。你们早就商量好了。这间给你。我要大窗户。可以。还要一个放枪的架子。已经画上了。衣柜也要大。给你做2面。你们这样，我以后想不回来都难。那就不要不回来，这里本来就是你的家。那便等我回来再动工。各宗最后核对一次名单：镇山宗11人，明玉宗9人，烈风宗、烈风宗2人，田园宗8人，万气宗7人。确实像上界仙境，越像越要看清楚。他在模仿古仙文，这里，这里，还有这里。依据呢？3处回路分毫不差。同一阵法出现重复回路，并不罕见。古阵会随地脉变化，相同纹路落在不同方位，不可能历经多年仍毫无误差。刻痕是新的，入口不是上古遗留，有人近期刻下阵纹，再在外面套了一层古仙阵外壳。这不是自然形成的空间回音，入口是人为伪造。既然是假的，还要进去？5日前，天机阁3名探路修士在此失踪，各宗今日联手前来，本就是为了查清异象源头。可以调查，但在进去之前，先做2件事。第一，立即向所有参会宗门发送预警，现在就通知。现在，召回山外弟子，孩子与低阶弟子提前转入内封。百草仙山与灵剑山庄出现过黑莲异常，追加检查所有阵脚。你怀疑这座秘境是为了调移各宗战力，只是怀疑，但提前布防没有损失，来不及布防才会死人。各宗收到预警后立即回讯。预警已收，护山阵提前开启，低阶弟子正在转移，山外弟子已召回，万剑守山阵进入预备状态。第二，试探入口，先派3人进入，停留半刻钟，同时使用宗门与天机阁2套传讯，其中1人必须重新走出来，确认入口能够双向通行后，其他队伍再分批进入。按此执行。每隔半个时辰，双线报平安，任一传讯失效，立即停止入境，连续2次失联封锁入口，向各宗发送赤色集警，若入口突然关闭，视同确认陷阱。所有宗门进入最高防御，记录完成。
内部暂时安全，灵气浓度极高，未发现妖兽。2套传病皆正常。入口可以双向通行，内部是一片白色山谷，暂未发现攻击阵纹。分批进入。真像仙境。最后一队入境。所有人退开。先别攻击。开门！无名山确认为陷阱，各宗先遣队全部被困。奇景方向被改了。各宗只收到先前的普通预警，他们不知道先遣队已经全部失联。怎么样？开启阵诀不在外面，锁门阵在秘境内部。他等所有人进来以后，才从里面锁门。目标不应。你认识这里？系统运行正常，又没有故障记录。无故障记录。合力轰开！住手！越攻击，他吸得越多。攻击没有散掉，全部被引入地下阵法。警告！从现在开始，谁也不准擅自攻击入口。再有人乱来，我先把他打离阵纹。镇山宗秦昭月，无名山入口封死，请外部宗门传讯失效。天机阁风险编号玄七，秘境入口。空间被完全锁死了。天机阁传讯也失效。内部同频还在，但只能在秘境内互相响应，不是距离阻断。这座秘境会吞噬一切试图向外传递的灵力。泉水能够疗伤，我的灵力不是疗伤，它先刺激血肉愈合，再抽走更多灵力。这里的风、水和树叶声都是假的，整片山谷只是阵法制造的遮蔽层，白色仙气也是，它让人放松警惕，再慢慢抽空灵力。左前方有人活着，是5日前失踪的探路队。别运功，珠子会吸。不能直接斩主链，先封经脉，再拆链上阵纹。低阶弟子留在雷线内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其他石柱。力量同源，秘境外层的仙气只是伪装。锁门阵由这些石柱功能，阵线还在更深处。石柱一边抽取我们的力量，一边维持入口封锁。能量结构无法访问。是无法访问，还是不允许你说？权限不足。他想杀光我们。如果只想杀人，入口关闭时便可以发动杀阵。他先困住各宗先遣和精锐战力，是不想让我们及时返回宗门。不要跑散，年长的牵住年幼的。先生不一起走吗？一堂还有病人，你们先去，我随后便到。所有镇职弟子后撤。护山阵内部被侵蚀了。他们不是刚到，他们在等阵内黑莲同时爆发。少主，3条出山道路同时发现魔军。万箭守山阵全部开启，低阶弟子撤入内封，传讯各封不得单独追敌。少主，剑阵下方的地脉有黑气。先封地脉，外面的魔军只是等我们阵内先乱。早知道入口有问题，为什么不坚持封闭秘境？入境是各宗共同决定，他替不了所有人做主。我提前向各宗示警，也试过双向通行，继续找人负责，还是先让活着的人出去？分散寻找出口。幻音在放大焦虑，越乱，阵法抽得越快，分开便会失去琴音保护，也会被石柱逐个锁住。入口、抽灵纹与铁链都会向那里，阵心就在那里。苏景晨在，用雷翼标记已经探查的区域，保护低阶弟子与被救修士，不追阵心。明白。镇修跟我，一修优先救住下的人，其余宗门2人一组，互相补位。镇山宗听令，明玉宗跟随琴音。避开脚下黑线。左侧已经探查，
低阶时间与伤者沿雷线前进。阵心在正前方40丈，藏在地下，不过是些魔气滋生的杂碎。救援符，北面有什么？思古，我们追着传讯回音过去，才被石柱锁住。他不仅截断传讯，还会把传讯余波引向错误位置。外面的人若追着信号寻找，只会被带离真正入口。又是黑莲，不是完整本体，只是黑莲在阵中的投影。能直接打碎吗？不能正面攻击，它会吸收灵力。你们为我护法，一旦我发动攻击，就全力拦住周围的灵力汇入。没问题，我来正面阵阴宠时间，必须把主链中的力量反向镇回莲心。秦昭月，断开外链连接。明白。苏婉音，压住莲心震动频率。给我3息，守住外围回路，不要让力量重新流回石柱。好。现在，金断木路，木破土劫，土劫水脉，水压火环，火融金锁。阵心裂了，是传讯。普通传讯为什么能穿过秘境？不是普通传讯。黑莲开裂，让封锁出现了一息空隙。百草护山命牌与护山阵同源，这是护山阵与命牌之间的本命共鸣。百草护山命牌只有在护山大阵濒临崩溃时才会这样示警。他们虽然提前布防，但黑莲从阵内爆发了。百草仙山在求援。东风回讯，药童与低阶弟子正在转移。南风呢？西南阵脚同时爆发黑莲，镇治堂正在压制。所有筑基以下弟子退出北门阵台。长老，主阵已经裂了，所以你们留下也只是一起死，带剩下的人去守东风避难阵。那您呢？山门总要有人管。百草封山。门关上了。清平送前堂，白屏封住魔都，重伤者先送地下要道，不要堵住正门。沈先生，我们是不是要逃走了？不是逃，是去东风照顾更小的孩子。可是我们什么都不会。会认知薛草吗？会。会替人包扎吗？会。那便已经能够帮忙。不要用木灵直接碰黑线。黑莲已经侵入3条主根，再断不掉，整座百草仙山的药田都会成为它的养分。将没有被污染的幼苗全部挖出来，带去东风。不，种在第3阵脚外。你要用心根切断黑莲。旧根已经被他侵蚀，只有没有接触过护山回流的新根，才能骗他改道。一旦黑莲缠上新根，那批幼苗便全毁了。药没了可以再种，人没了种给谁看？第3阵脚，快！药道入口快要关闭了。一人1颗。这是药吗？怕的时候吃。还记得昨日学过的第1句吗？唯一者，须安神定志。钱塘伤员交给你，孩子交给长老。无欲无求，见彼苦恼，若己有之。趴下！长老，黑莲已经侵入地下药道，继续向前，不要停。就是现在！成功了。他在强行吞噬心根。所有弟子退出药田。萧执事，第3阵脚只能从里面封。我留下。长老守外层阵盘，里面交给我。前面还有多远？30丈便是东风避难阵。万长老，不许回来，带他们继续走。你们学医的第一课是什么？见人受苦。先让自己活着，活着才救得了下一个人。水镜，风道。还能动的，带伤员进内室。那先生呢？药炉需要人手。青藤锁，小长老，外层阵盘快撑不住了，推到东侧山道，里面还有萧执事，他在守内阵，你们留下，只会让他多守几条命。
百草仙山的孩子，还轮不到你们追。外层剑魔，最多3级。撤离到哪儿了？伤员和剑童正在进剑窟。云星哥，你倒比本座想象中镇定。山门外太吵，听不清狗叫。其他人杀不杀都无所谓，只有你必须活着。你的纯阳之体正是万域夺元阵缺少的阳极阵眼，本座要定要自己进来拿。不急，灵剑山庄的剑会亲自把你送到本座面前。他动过万剑阵。方长老在，查12剑台，查剑脉总阀。是，传父亲、组剑台、中枢同步戒备。是，撤离线交给我，守住石门。明白。云溪，叶长老，最后一批到了，带走。您呢？守桥，别回头。走。一人守桥，够了。封门。落阵，帅，庄主，魔将。师傅7条。关血钉。庄主，少庄主，齐乌鸦武清，中枢将乱，祖剑臣也在失守。庄主守根印，少庄主守中枢。闭掌！不能闭，墙壁12台全毁。带走。师傅，走。记住阵路，以后有人轻魔，从中枢送进去。弟子记住了。5座青台，一座不让。庄主，将眼入中，根印将破。齐乌鸦武清，守根印。 14名剑童，37名重伤。周彦生在，封下层。组剑台告急，在。我去封根印，你去中枢接应星哥。领命。先护石门。明白。让开！不让！根印还在。你守住了。封主，你来晚了。还没完。抓到了。 山庄弟子不入剑锋，灵剑所向，守山斩魔。星哥，云星哥，教主要活的，那你试试。宁笑雪，在，带人走。你呢？拆灯。路开了。 你守不住，能走一个便守一个。不下。齐乌鸦武清，守中枢，推进石门。醒醒！ 那就改目标，守中枢，进绝令。现在明白了吗？本座从来没打算毁掉万剑阵，灵剑山庄自己的剑才是最好用的锁链。你想让万剑阵把我钉在中枢？聪明，只要丹田与纯阳灵脉完整，其他地方些伤，等你动不了，本座自然会来取你。 可惜什么？你只知道万剑阵有2层血令，却不知道还有最后一道绝令。放下剑，他们还能活。你若真想让他们活，便不会用这些剑。令剑山庄，历代祖剑，弟子云星哥，以少庄主血令，发动绝令。你们没有背叛山庄，只是认错了敌人。撤离者不入剑阵。 山庄弟子不入剑阵，万剑敌标，
归我！最后3名伤员已经送走，关闭内室石门。先生还没有进来。我进去，药炉便无人控制。百药清灵阵，起！昭月姐姐，你受伤了。小伤没事，别哭。我最不喜欢别人哭了。我以后好好学医，再也不让你受伤了。带进内室，这是依令。全家除了秦昭月，满门战死。他13岁就上战场，你们还在猜忌他什么？萧玄烨，你放肆！三皇子慎言，你们不给他粮草，我自己想办法。难道就因为你喜欢他？是，我就是喜欢秦昭月。可就算我不喜欢他，他也不该死在自己人断掉的粮草上。这片药田不能给你了，以后再种。风，静，和。沈先生什么时候来？唯一者，需安神定志，不欲无求，大慈恻隐之心。怎么会？沈之玉，萧玄烨，回话！秦昭月。守住原位，别让黑柱合阵。苏婉音，压连心，石溪，够了。他们死了，水木纹在熄灭前亮过，他们一定做了什么，留下了什么，出去才能知道。秦昭月，一夕，我替你守。你要强行破境，我等不了。经脉会裂，固守宁，开路。我要回家。喂，连心每9次脉动，空一瞬，无息。后面交给我，你们破阵。4，金定风，木锁脉，水截流，火照心，土拖阵。3、2、1，现在！给我开！出口打开了。伤员和低阶弟子跟着雷线撤离。还能走吗？能。回百草，活人还在等。前路我清，阵留我看。山门已经破了，所有内门弟子都该压到正面。魔军一旦闯进传承殿，烈风宗数百年功法便会毁于一网。应该透筹主峰，保住核心弟子和宗门火种。此处正在调动全宗战力。他刚带领各宗先遣队破开无名山秘境，让他说不能把全部战力压向山门，缺口就在眼前。正因为他太明显，才更像诱饵。正面魔兽数量虽多，却没有完整阵型，他们不是主力。魔兽已经闯入城墙，怎么会不是主力？他们在逼护山阵的力量全部流向南面，真正被攻击的是西北，是西北。西北有什么？风起复阵眼，复阵眼一破，主阵便会从内部停转，到时山门、传承殿与主峰会同时失守，男女内门剑争，留3成压住山门，其余战力从北侧10道绕行，埋伏在风脊复阵眼外围。复阵眼每7息回流一次，2短1长，第7息停一拍，把节奏标记传给文清霄。阵，传阵。以固守宁所盼调阵，
掌门，若判断错误，责任由我承担；若判断正确，从此战场之上，先听能看清局势的人。且追！天力回来了，主阵正在恢复。地脉进不去，那便寻阵阴进去。按新节奏回流。明白。第6息停早了，重新来。第7息停。主阵回流正常。别怕，文师姐他们在守。第7，带孩子继续往后撤。后路被锁。后门能否打开？黑线锁住了出口。孩子留在最内层防护墙后，任何人不许靠近阵台。节奏破位，2短1长。继续盯阵隙。明白。原来阵阴藏在这里。温之士，手传令位。求援信号已经送出。银环还能撑。下一轮第7息停。好。敌人正在借法罗生锁定副阵眼，我开路。不要攻击黑气，黑气只是传电线，真正的弑阵法器在魔将身上。右侧18，副追，打开通路。明白。胸前主锥有3层，外层抽取阵光，中层反阵法罗，胸前只是外壳，真正的内核在第3节脊骨。如何逼内核现形？雷击胸前主锥，迫使他打开回流通道。你取内核。对。顾守宁。文清修，2次短音之后，第6息半起长音，第7一到立刻截断。明白。第6息半起，第7息停。就是现在。接盘。明白。最多1息，够了。只有1息。低头。打开防护墙。姐姐，姐姐，你流血了。一点心伤，不碍事。阵眼已经稳定，这里有我和2名阵眼弟子守着。刚才护着更小的孩子，没有乱跑，做得很好。记住，遇到危险只能留在防护墙后。我知道，这个是止血的。糖糖真棒。宿主生命状态异常，建议别疼。刚才是谁？苏婉叶没弄丢。没有，你护住了。少庄主，庄主战死，3位长老战死，开归剑台。是。苏婉音，弟子在。元令剑山庄进7台破魔阵。
领命。沈长老在，山庄由你统辖，静魔之战配合秦阵。明白。等我片刻。周远生在，守剑窟。领命。宁细雪、贺林川在，护秦阵。领命。程晚秋在，引阵路。领命。山庄由我管，静魔听你，只限秦阵，只限此战。入秦阵后听音位。明白。第一声停剑。庄主死了，少庄主也死了，现在听外宗弟子的，我下的令与你无关。人活着，剑别伤人。听见了。听见了。第一音位，左右退3步。听心跳，别替别人落剑。宁熙雪守左。明白。贺平川断灯。明白。沈长老压中间。好。接人。南3、东2、西2，阵路呢？全通中枢。第一台镜。左翼前5步。宁熙雪，左翼随音，右翼不动。第3息出剑。沈长老，退2步。退。阵结，继续。最后一台在抢剑令，废了他的手。宁熙雪接左位。是。贺林川带身上还能守。退。听令。灵剑所向，守山斩魔。领见山庄的剑不入剑阵，不该对着自己人。7台全镜，这些剑不认你。不必认我，镇魂在内，杀阴向外。贺林川在，段路。宁萧雪在，左3剑。山庄余部在，立旗。山门拿回来了。庄主，少庄主，山门还在。顷刻间，人数：东风撤离79人，全部入阵。重伤者7名无法移动的重伤者全数入阵。一堂阵路，白色药阵从主峰一直护到东峰。最后1名伤员进入后，阵光才熄灭。种库藏药洞伪屋，种香和药谱都在，西南要脉已经封死。还能走的照顾伤员，不能走的报位置，孩子留在阵内。是，周围魔息未清，任何人不得单独离阵。明白。秦客卿，您还会留在这里吗？我仍是镇山宗弟子，也是百草仙山的护山客卿。活着的人还在这里，我的守山职责便没有结束。温长老让我别丢，抱了一夜。东西给我，你们先活着。萧师叔还会回来吗？不会了。种子回来了，他守住了。沈先生说怕的时候可以吃，现在还能吃吗？能，分着吃。你守住了。他把毒都收进自己经脉了。医堂还要开。是。萧巡野，残妖洞没被污染，所有种子都在。你也守住了。这里先封起来。是。我回来了。客卿，山门没了，药田也没了，百草仙山还在吗？百草仙山不只是一座山，山门毁了，可以再建；药田烧了，可以再种。医书、种子和人还在，百草便还在。残根复燃。许青罗在，守伤员。
一休不出阵，我们也能战。当然呢，但你们现在守住一个伤员，比多烧一节魔根重要。明白？姚清代在，稳避难阵。是。陆景川在。待成年要修标出残根，不准孩子靠近。领命。秦可卿，报根位。东南3丈，西侧2丈。百草已死，你说了不算。这一枪，替守山的人收利息。秦昭月，我在。百草如何？百草还在。好，守住活着的人。你也是。都还在。奉尊上令，诸军弃外寨，固守断魂天堑，违令者4魂。队形没散，普通物资全丢了，说明走得急，也说明他们只带最后一战需要的东西。他们不是各自逃命，是在收缩战线。敌军已经退了，此时不追，等他们重新结阵吗？百草多数医修和伤员尚不能移动，现在追，谁守79名幸存者？幻音寺倘若全部进入天堑，确实后患无穷。可以分兵，战修追击，医修原地救人。分兵之后，谁替追击队补阵？谁能保证幻音教控制过的修士已经全部清醒？先看他们丢了什么：尸体、粮车、普通兵器全丢了，黑莲法器和阵旗一件没丢。幻音寺倘若真是败逃，应该各自藏匿，现在却在同一条路上合流。断后队每10米布一层黑钉，队形完整，主次明确。他们在缩短防线，外寨可以不要，最后的阵地不能乱。断魂天堑，天堑会把我们的兵力优势切成3段。魔军丢掉辎重，是为了先一步进入辖地。幻音寺堂合流，是要重建采补阵、红线阵与幻香阵。那便更该立刻追，散着追，先到的人先死。赤才可以尾随，主力不得越过天堑外线。各宗先做3件事：救治伤员，清点还能出战的人，灵石与法器。所有队伍在断魂天气外合流，进入天气前，不许任何宗门独自越线。各宗功法不同，伤势、兵力与物资也不同。若真要一起进入断魂天训，谁来统筹3线？退开！阁主，敕令收到，便说明天机主阵已经守不住了。诸宗听清，断魂天下残存上古护天阵，如今3眼已经被黑莲污染，魔尊以3眼护锁改成锁天魔阵，必须同时夺眼，同时反转，任何一处提前启动，另外2眼都会遭到反噬。幻音寺堂分守左右，魔族主力与魔尊压中军，各宗若仍各打各的，只会被逐鹿吃掉。阵图传出之后，必须有一人统筹3眼。老东西，传完了吗？百草只有3成一修还能行动，若全部抽走，后方伤员无人照料。灵剑山庄残剑最多，可以承担正面剑阵。百草药毒能够破采魔阵，但种库与药脉也需要人手。我宗只剩3座传送阵，若阵盘全部投入联军，宗门幸存者如何撤离？伤亡最大的一线由谁去？剩余灵石由谁分配？我们南线已经顶不住了，北线的符阵必须优先支援。传送阵的损耗。百草仙山不应全部压向左翼，一修必须分入3线后阵，任何一线没有一修，战力都会在第1轮受伤后断掉。残剑不能全方没有阵墙，必须留下剑阵封空。传送阵不是哪一宗的私有退路，是3线转移伤员、灵石和增援的血脉。交给谁管？这正是问题。3处阵眼同生同灭，却没有同一套命令。左翼若只顾自己的伤亡，中军不会知道何时补阵；右翼若独自追敌，
传送阵来不及接回伤员，每一宗都只守自己的幸存者，最后谁也守不住。我不是质疑顾姑娘救过多少人，我质疑的是她的修为远低于在场诸位。她不是掌门，也从未正式统领过数千修士。这里每一道令都可能让一整条战线去死，不能只因为你过去判断对过，便把所有人的命都交给你。说得对，救过谁不等于有资格命令谁，修为低也意味着我不能靠一人之力替任何一线补救。所以先看这场仗能不能按同一套命令打，答不完3线的问题，换人。枯骨林地势最窄，幻音教将采补阵埋在林下，正面战修越多，越可能成为阵法养料。百草毒修守两侧风口，只破采补阵节点，不进入正面枪线。每50名战修配2名医修，1名镇魂修。百草医修不足，烈风宗与其他医宗共同补足。医修不归主将当中战修使用，任何人都不能命令医修放下仍有救的伤员去填阵，这是联军第1条禁令。左翼我接，阵基未稳之前，我不追出30丈。断桥只剩半面，地面守得住，飞行魔兽和幻音教教主仍能从上方越阵。右翼主将苏婉音，残剑分3层，下层封桥，中层拦截飞行魔兽，上层只听杀音，切断魅阵与血灵。被控制修士进入剑流之前，先用镇魂音识别，不得以清场为名一并斩杀。我听得见活人的心跳，右翼可以执行。灵剑山庄残剑与剑修按右翼因位行动。魔尊主力压在中军，中军一破，左右2线都来不及救。中军由我守，主峰阵基、三眼中枢与3线军令都在这里。我既统筹3线，也亲自守阵基。中军第1轮不求杀死魔尊，先守住中枢，不让三眼失去连接。苏景晨在，你带雷修守我左前，我指哪里，你封哪里。指截路、截将，不离开中军阵线追敌。明白。高阶战力轮换上阵，没有军令，第1轮不得耗尽灵力。魔尊若亲自攻中枢呢？我接。3座传送阵是我宗最后的家底，交给联军。若有人先撤自己宗门呢？阵盘不归任何一线，由3宗成年阵师共同持要，单宗令牌不能启动，每次只用于转移重伤员、运送补阵灵石、输送已登记增援，不得用于掌门、亲传弟子或任何单一宗门私自撤离。3线如何使用同一时点？玉扣只连接我们3人，左翼阵基稳定，赤光常亮，右翼镇魂层稳定，琴音回响，中军5色阵纹完整，3眼才有资格繁转。详细阵损与增援军令由文清汇总，他带2名成年阵修驻中军后线，2短1长，3眼同时落力，3短转运伤员，连续长音代表一线即将越过崩溃线，增援不听喊声，只听阵图。玉扣与法罗，我站在中军阵基上，可以感知3线阵力强弱，但具体敌情仍由各线阵师与主将汇报，没有人凭猜测调兵。我不是因为他从未犯错才同意他统筹，而是他每一次下令都知道代价最后落在谁身上。烈风宗接受顾守宁统筹，一修底线写入军令，百草仙山听令，被控修士先救后杀，领剑詹中听令，3宗共持，传送宗听令。左翼10点，我听你的，枪怎么出，我自己定。可以。右翼琴音，按中枢10点起落。可以。兵符属于联军中枢，不是我的司令。断魂联军拜顾守宁为统帅。接令，左翼主将秦昭月，右翼主将苏婉音，中军主将顾守宁。怎么分？按最早的分法，你判断。我破阵，我控场，不变。左翼，采附阵埋在枯骨林下，12道地下空箱中，至少1处藏着大型魔兽。秦昭月正面挡住魔兽，药毒修从2侧断功能，阵基未稳，不得追出30丈。魔兽若退，他退，说明送阵基安全，不是你必须杀他。明白。右翼。幻音教教主与4堂残部在那里，断桥上空没有阵墙。苏婉音以琴音分3层，镇魂护过方，杀音断控制，残剑封空。教主交给我，你只需让他不能破阵。若能杀，我会杀，由你判断。中军，
魔尊主力与锁天魔阵中枢都在这里。我手主风阵机，边战边统筹3线。金光左翼破阵，水纹3线停攻，转伤员，火光准备同时反转，土阵3次。所有主将守卫不得追敌。木灵亮起，增援路线开放。你挥的每一剑都是军力，也是杀敌。2短1长，3眼同落，3短转运伤员，连续长音，某一线接近崩溃。预扣确认主将状态。法罗传详细10点。5行阵感比较3线损耗，3套信息相互验证，任何一套异常，3眼不反转。你有姐姐要去中军吗？我留在这里，不许越过第2道石门。我会照顾好自己，也会陪着他们。这便够了。堂堂真棒。中军左前由我接，你灵力不足1半，所以只封你指的路，不追魔将。我需要换阵时，你替我争3西。明白。青木秘境分开之前，我们说过什么？顶峰相见。那时说的是比试，现在也一样，看谁先把自己的阵守稳，不得越线替人，除非中枢下令。知道了，统帅。地下没有动静，退离裂缝。左翼听令，阵眼不退，第1盾裂落地，伏修压盾凤，要毒修下地，一修不许出后阵。第1连还能撑。火往2侧放。第2连补位，借你们的灵力为魔龙。财布阵不在地面，一共12个根节。不要全拆，先断离阵基最近的4个，其他节点留人标记。明白。左翼阵损6成，说能用的。他每次蓄火，左侧冲击都会先抬高，左眼先收缩，右侧残链遮住了他的视线。若能逼他从右侧转头，他会看不见阵眼。只有2系，够了。秦昭月，守阵，不必杀龙。我知道自己的任务。最近4节已断，伏修，把断节反接阵眼。主将。极仙力，超过30丈了。我没有追他，我让他追我。现在，放锁链，把主将拉下来，不许动我，再不下来你会死。拉我，龙瑶会跟着转回阵眼。盾修推到第2线，伏修封刚才4个断节，药毒修继续拆外围8节。一修，谁敢离开伤员，我先记谁军法。那你怎么办？我现在的位置很好。秦昭月，回话。听着。传送阵还能开1次，我可以撤左翼重伤员，缩阵20丈。缩阵，龙爪一落就碰阵机。还有别的解法吗？有。说。你守好中军。秦昭月。将军，城门守不住了，您先退，我们留下断后。我秦昭月一息尚存，尔等便休想越过西北关半步。收官，收官。换了一片战场，守的还是同一道关，那便再守1次。主将，不可！守你的阵，我的命我自己烧。秦家枪，最后一哨。
布阵！左应阵眼，以稳。风耳无用，听我的琴。左翼已经被魔龙咬住，中军也自顾不暇。苏婉音，今日不会有人来救你。右翼列阵，他说话的时候别听。听自己的心跳，不是物理的声音。行了，继续守阵。这些都是你们的同门，杀还是不杀？他们已被控制，不许砍人，活人。现在他们身后，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少根弦可以救人。够用。球要塌了，阵眼和乔杰连在一起。所有人离开切口，阵势把土符压进右柱。苏师姐，敲稳了，还差一些。我还有3000人，3000个人，不是3000件法器。他们自愿入将，不等于你可以拿走他们的命。阵壳共用一口气，那便从同一处破开。没有血阵，杀你也只需一招。放开最后一弦，我可以让你活。你连自己的人都不让活，拿什么许我？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？苏师姐，别追钟声，跟着心跳。别再弹了，不要害怕。万一你又是没能力保护他，如今还要为了这些毫不相干的人，把自己也留下吗？别怕，躲在我身后。路清了，带孩子回家。娘，等我长大，我也要成为他那样的人。你也想学剑？不是因为他的剑厉害，是因为他站在前面的时候，我们就不用害怕了。我也想站在别人前面，让更多害怕的人都有地方躲在我身后。假的，我母亲确实害怕过，但她从未教我丢下身后的人逃命。苏师姐，撤到后阵。不能撤，钟声会跟着阵眼走。断腿的人守阵旗，还能走的，把受控者送进剑所内侧。残剑不要杀桥下魔物，先封住他们爬桥的手。钟碎之后，你们接阵。那你呢？我是主将，我接最后一声。一弦3叠，你的身体撑不住3次回阵。不用3次，1声就够。苏婉音，你要救他们，便杀不了我。谁说只能选一个？阵！我也想站在别人前面，让更多害怕的人都有地方躲在我身后。我站到了。苏师姐，阵，布阵！别怕，恭送苏师姐。左翼右翼阵眼已稳，2位主将的命纹都熄灭了。把2翼残军接入后阵，阵眼不撤，中军继续。左翼以命守关，右翼以弦断魂。
他们替你留下2处阵眼，现在轮到你付代价了。中军灭！阵师开5层地锁，顿修分5列，不挡掌心，只拖5指落点。文清修传令2翼，阵眼只回阵损，不得回援中军。明白。雷修随我，封曹。 5指交给盾阵，掌心我接。土灵沉入主峰。苏敬晨，左前3丈。阵眼还活着，伤员后撤，第2列补位。一个筑基。 也敢自称中军主将？不要硬接第2指。水阵转外，火修只烧污染阵槽，不要追魔气。第3轮临时送中轴。筑基灵力不可能切开本尊甲骨。太初手下，上仙界战力榜第1，原来是你！你以为本尊今日才踏进正道？ 你们护送的灵石、共用的传讯阵、送进内库的每一批物资，早替黑莲把根拉进了各宗，阵图灵脉、援军名单，本尊早已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你一直等各宗护阵被标记，等主力被迫分成3线，等所有黑莲同时醒来。门若能从里面打开，何必急着从外面撞？没有前世境界，没有极品天灵根，这一世只是个筑基蝼蚁，你拿什么跟我打？5行相冲。 才叫杂，5行相生，便是一座完整天地。赵师兄，快走！让什么？先把伤员送过去。白头发也没什么不祥的，以前那句话算我说错了。跑快点，别让我白撑！他的灵力没有提升，是魂气在压魔息。 好庞大的浩然正气！本尊威压越重，你的魂光反而越亮。因为你每多压1分，我便多1分不能退。中军后撤10丈，苏敬晨、雷震接管3西。好。雷震，不退！受本尊一掌还能战？我的修为确实只有筑基，可你要打碎的，从来不只是一副肉身。还缺1道雷源。文清修。 在，所有中低阶修士退到第2道石门外阵，成年阵修留下6人，其余人负责转移伤员与灵呼。是。金丹以上，随我脱掌。顾守宁，最多10秒。 7秒便够。用我的。雷阵还需要你封住前线。主阵一开，雷阵便只是其中一条阵路。我说的不是灵力，是完整的变异雷源。雷源离体，经脉会全部崩撇。 你很可能当场死亡。天地同寿能杀魔尊吗？5行阵心加完整雷源，能。那便用。这是你的本源，我不会替你决定。所以现在是我自己决定给你。好。右侧3指，走突击。你不能离开阵心。阵还没开，进去。 师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叫你，可他像是在我心里放了很多年。你能应我一声吗？接阵。我在。 3眼听令，第1声稳阵，第2声叫实。
第三声三眼同起，天地同寿，开！燃尽肉身与神魂，你连来世都不要了。先把这一世守住。雷元已经入阵，松手。最后一层魔客还没有显形，继续，你会死。我交出他时便知道。以一介残兵，也妄想杀本尊？不是一介残兵，是还活着的人。不可能！天地同寿，斩！阵眼稳了吗？左翼稳定，右翼稳定，中军阵眼也在，魔潮已经没了。那便好。大师姐，灵脉已经断了，再度灵气也留不住他。大师姐，为一株桃树，不值得。他已经知道疼了，便不是一株普通的树。既从火雷中活下来，便叫灼之。刚化形，先学会站稳。宁宁，你的头发！他在外遭遇强大妖魔，为护住同行弟子，强行透支了灵力本源。只是头发白了，伤养一养便好。宁宁，别去！我是太初圣宗大师姐，必须去。那我跟你一起。你的树心才刚稳定，留在这里。宁宁知道一定会生气，可是等你看见他，你就会留下吧。糖糖乖，等你娘亲回来就陪你玩风车。卓之，有一件事我们瞒了你5年，等宁宁回来再说。她不会回来了，她5年前便已战死。糖糖，活下去。不要向任何人说出你的身世，只要你还活着，回家的路就没有断。娘亲，娘！检测到宿主修为停滞，是否绑定合修登仙系统？只需与目标双修即可复制功法，提取灵根与修为。代价呢？代价由目标承担。绑定。绑定成功。顾守年甘愿燃尽自己，也不肯拿别人铺路。可这世上，多的是想踩着别人一步登天的人。